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本周强度排行榜 A4 版本第二周最高胜率的 T0 牌组，20大王、42真龙、虚无伊德和一张的铁火辉夜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55.64%。前期我们可以使用42真龙来帮我们打伤害。机身掉42真龙之后，我们也可以考虑上第二只42真龙，或是机身多一只虚无伊德。当我们的20大王搭配妈妈能量足够之后，就可以打出120的高伤哦。在一些必输局里面，我们也可以尝试使用20大王的第一个技能，有几率呢可以把对方的能量全部丢掉，来反败为胜哦。这套也是我在排位里面玩的最多的一套牌组哦，我是非常喜欢这套牌组的。想要上分的朋友们，首推这一套给大家哈。这也是本周唯一一套的 T0 牌组。接下来的是 T1 牌组，第一套太阳伊布 EX 搭配仙子伊布 EX 和各一张普通版的仙子伊布和太阳伊布。这套牌组是带超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4.83%， 比上一周的胜率是掉了一点点。太阳伊布在前面每个回合就可以回30血，而且它的撤退能量只需要1颗能量，它有续航又2颗能量就可以作战。而且仙子伊布呢，又可以帮忙快速去抽牌，2颗能量也可以打70哦。我们可以使用前后排切换的方式呢，来让我们的伊布可以活得更长时间哦。在针对花无鸟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使用普通版的仙子伊布或太阳伊布呢，来解决掉对方的花无鸟。这套牌组顺起来还是非常的恶心哦。接下来的是银半战兽搭配花无鸟和皮丘，这套牌组是带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3.5%。皮丘在首回合就可以填能，当然如果对方攻击他的，我们也会损失1分哦。但是我们这一套是小人牌组，所以呢，其实这1分来换1颗能量，个人觉得是蛮值得的。那不管我们的皮丘是冲给花无鸟，或是冲给我们的属性空，下个回合我们都是可以直接打出伤害的哦。当然比较理想的是直接给到我们的属性空，然后下回合我们就直接进化银半战兽，再搭配支援者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出这100的高伤哦。那针对 ES 宝可梦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使用花无鸟，所以这套牌组的还是蛮强势的。接下来的是暴击纹。暴击纹 EX 搭配费洛美郎和铁火辉夜，这套牌组不管是爆发或续航能力，或是它的灵活度都是非常的高哈。因为我们是带费洛美郎可以前后排各打20，所以呢这里的是带了2张的次日的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53.24%， 也是非常的高哈。喜欢暴击纹的朋友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拿来上分的。接下来是达克莱伊搭配奇拉蒂娜，这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是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3.16%。这套牌组非常的稳定，但是呢，它还是需要一些的小技巧的，就是我们到底要上奇拉蒂娜去作战，还是要让达克莱伊去作战，或者说我们还要再拖一下，下个回合才作战，这些都是需要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哦。这套牌组感觉还可以战到明年哦。接下来的是一张的卡普拉明明搭配花无鸟、杰拉奥拉和一张的阿尔宙斯 EX。这套牌组最主要的是打一个助攻哦。如果骑手是卡普明明在前面，我们后攻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可以1颗能量就可以直接打出这个20，然后呢，他又可以帮自己充能。杰拉奥拉在首个回合上来，他也是可以主动的获得这颗能量哦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用元素置换呢，去把这些能量转换给我们需要的输出的宝可梦，比如说阿尔宙斯，我们可以更快速的让阿尔宙斯能直接上场。花无鸟也是非常好的去克制现在的 EX 宝可梦。这套牌组是带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3.16%。这套牌组的胜率跟上一套的达克莱伊和奇拉蒂娜的胜率是一样的哈。接下来的是 T1 的最后一套牌组，火伊布 EX 搭配夜伊布 EX， 一张的夜伊布和一张的仙子伊布 EX。这套牌组也是算伊布版本，就一直延续到这里哦，它强度还是非常的强的。这套牌组是只带火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1.25%。前期我们可以使用夜伊布来自己充能，快速的打出伤害，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使用火伊布呢来帮我们打出这个爆发哦。有了赤红跟包包的 combo， 我们最高可以打出170的高伤，非常的强大。接下来的是 T2 牌组，第一套喷火龙 EX 搭配一张的火伊布和尖子伊布 EX。这套牌组最关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喷火龙 EX 提早的出来，然后可以打出这150的高伤哦。火伊布依然呢是拿来针对花无鸟的，然后仙子伊布 EX 就是来绿牌的哈。这
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49.75%， 只是最近呢玩喷火龙的玩家非常的少哈，不知道大家在排位里面是否还有遇到喷火龙哦？但是它的强度还是蛮强的，比较害怕的是遇到顺起来的花无鸟。接下来的是我们本周的新牌组卡比兽 EX 搭配凤凰 EX 和一张的达克莱伊 EX， 这套牌组的强度非常的高。卡比兽 EX 是目前最强的坦克，每一个回合它都可以回自己20血，4颗能量可以打出130，但是呢它就会进入睡眠哦。有了凤凰的加入，凤凰3颗能量打80，可以帮我们的卡比兽充能。下个回合我们只需要撤退凤凰，让卡比兽上场，再手填1颗能量给他，他就可以直接打出这个130的高伤哦。接下来他进入睡眠了，就看他有没有醒来。如果没有醒来的，我们也可以使用姐姐来叫醒他，让他继续的去打出这个130的高伤。再搭配后排，我们可以填能量给达克莱伊，又可以再补这个20的伤害，所以卡比兽加达克莱伊的被动，总共是可以直接打出150的高伤哦。这套牌组因为前排的卡比兽非常的硬，我们是有足够时间可以把这个能量填给凤凰的。再加上这里是有带了2张的伊利马，我们卡比兽如果真的扛不住了，我们也可以使用伊利马回手，然后让凤凰上去，我们再把卡比兽放下来，再用凤凰呢去打伤害，再把能量填给卡比兽哦。这个 combo 还是非常的强大的。这套牌组是只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49.31%， 我觉得这套牌组还是非常的强大的哦，而且非常的好玩，有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试一下。接下来的是叉字符 EX 搭配一张的虚无伊德和仙子伊布 EX。叉字符 EX 有170的血量，1颗能量就可以打70和中毒。有了一张的虚无伊德的帮助，这个中毒是20伤害，所以呢我们1颗能量就可以打90的伤害哦。仙子伊布呢是为了要来绿牌的，毕竟叉字符 EX 它是需要进化的，所以有可能你会卡进化。这套牌组是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48.89%。接下来的是银半战兽搭配达克莱伊和3只的宝宝，这个宝宝呢，你们要带什么都是可以的。这套牌组主打的就是前期用宝宝去帮我们的属性空充能，当然在某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充给达克莱伊的哦。那我们的达克莱伊呢，可以更早的去作战，正常来说都会填给属性空，然后下回合进化银半战兽，就可以直接让银半战兽去打出这个100的高伤。再搭配达克莱伊的被动呢，是可以直接打出120的哈。这套牌组是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46.61%。接下来的 T2 最后一套牌组也是叉字符 EX 搭配1张的达克莱伊 EX 和2张的虚无伊德。这个是以中毒和达克莱伊的被动为主，但是呢，因为没有仙子伊布的加入，所以呢，很大可能性会卡手。但是只要不卡手的话，顺起来每个回合的伤害是非常的夸张的哈。叉字符1颗能量打70加中毒嘛，如果有2张虚无伊德在后面的，这个中毒伤害就是30点的伤害，再加上达克莱伊的被动就是20，所以就是70加30再加20就是120的高伤哈，每个回合都可以直接打120高伤。如果对方没有撤退的，中毒又会再扣30，所以就变成150了，这个伤害非常的恐怖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有可能进化不出来哈，但是顺起来的话会非常的夸张。这套牌组是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45.41%。接下来的是 T3 牌组 ，T3 牌组本周只有1套，就是盾甲 EX。盾甲 EX 搭配路卡利欧和无畏小子，无畏小子是前期来抢攻的，当然很大可能性呢也会被对方昏厥拿到1分哦。后面我们就需要靠我们的盾甲 EX 来帮我们打伤害。盾甲 EX 的机体非常的好，这套也是算是一个打速攻的牌组，只要对方有一点卡手，或者说他前期比较弱势的，我们都会非常的好打哦。它问题也就是怕卡进化，如果路卡利欧或是盾甲没有来的话呢，是非常难打的哦。而且小象呢，他打完人之后，他自己又会受伤10点伤害，在这种前期互换血量的时候呢，他还是非常的劣势的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44.68%。接下来的本周没有人玩，但是胜率还不错的牌组，就是我们这个卡包的主角凤凰 EX 搭配洛奇亚 EX 和1张的鬼熊和2张的宝宝。这2张宝宝你们要怎么放都是没有关系的。这里的能量呢是推荐带火电水3颗能量，就算我们的凤凰没有来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也是有机会呢手填这些能量给我们的洛奇亚来帮我们打出这个180的高伤哦。
尾熊为了要来防止花无鸟的这道牌组遇到花无鸟，其实还是蛮难打的，除非我们的尾熊出来的非常的快哦。这道牌组的胜率有 47.85%， 只是说本周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玩啊，比较可惜的。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可能会崛起的牌组系列里面。好，那这些就是我们本周的强度排行榜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？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看法，或是有什么新的牌组推荐的，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研究一下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